这些天有一位同学发来这段视频，就是这个排球是一个坏了的排球，然后呢，它这个充气口这里，那个东西是掉了的，里面这里就是一个很平常的洞啊，一个洞。但是呢，这个别的排球的话，如果踢它，看好踢它，多踢几下。那最急了，设计有问题。我就发现呢，多踢了几下之后，这个球就被踢圆了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。刚才围观的2位同学讨论说，排球之所以越踢越鼓是胶条的原因，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？带着疑问，我也找来一个皮球，拔掉气嘴，再踩扁，然后也踢上一脚，发现冲击点位置瞬间受到冲量，蒙皮内线中会快速推挤附近的空气，在冲击点制造一道音速运动的压缩波。如果踢球力度足够大，压缩波很强，则可导致所扫过的空气过度密集，使波尾空气瞬间过度稀疏，就可能产生反向运动的膨胀波。如此一来，压缩波扫过的蒙皮因受到波面制造的超压而外鼓，但膨胀波扫掠面积很小，只造成冲击点局部因承受负压而加剧内凹。这时膨胀波又被内壁反射回来，再次扫掠内凹的蒙皮，使其进一步外鼓。这样不断的踢它，压力波就会通过超压推动蒙皮逐次外鼓而复原。可见这位同学善于学习总结，熟知压缩波和膨胀波的形成机理及相关效应，才发明出巧妙的连续脚踢充气法。而该方法对鬼火少年至关重要。比如我喜欢关注机车网红，发现他们的摩托车为了尽量榨取功率，大多安装带有谐振排气管的2冲程发动机。这种排气管中间粗，2头细，像个纺锤，而其工作原理就是从脚踢排球获得的启发。观察2冲程发动机，发现它的进气和排气口都开在气缸侧壁，活塞往返一趟即可完成扫气、压缩、爆发和排气。这虽然提高了功率密度，但进排气动作是同时发生的，所以废气不能完全排净，会占用气缸空间，导致功率损失。为此有人设计了谐振排气管，它有集气段、扩张段、中间段、收敛段和出口段。当排气口打开时，高压废气经集气段进入扩张段，在其中不断减速扩压，在压力升高的过程中产生以升速运动的压缩波，并同时形成向排气口运动的膨胀波。由于波面扫过的废气变得稀疏，压力低于缸内，于是废气和新鲜混合气从气缸里一起吸出来，混合气的吸出段占比称为给气比。这时膨胀波走到收敛段，又被内壁反射回来进入排气口，因波面扫过的混合气压力升高大于缸内，又将泄漏的混合气推挤回气缸。这个过程称为反填充。可见排气管内其实是复制了脚踢排球产生压力波和膨胀波的过程，只要管子各段尺寸合理，反填充的频率就可和排气门开闭相匹配，从而达到谐振排气状态，使发动机进气效率提高，功率增大。当然，除了日常娱乐，脚踢排球实验也对煤矿安全生产很有启发。比如一位煤矿工人在长子面作业时，一不小心打出了瓦斯，虽然警报大作，可是他想先抽根烟，缓一缓再逃命。轰隆一声，瓦斯爆炸了，瞬间可燃气中就出现了一道以数倍音速从爆芯扩散的爆轰波。这是一道球面正极波，它不同于连续的压缩波，其压强发生跃变，波面极薄而压缩性极强，扫过的气体会瞬间压缩引爆，为激波提供前进能量。此时矿工虽炸得黢黑，可他看到爆轰波走远，不禁心中窃喜，逃过一劫。谁知这爆轰波也和排球里的压力波一样，在波后也拖着一道稀薄的低压区，爆炸生成的水蒸气在其中膨胀冷凝，产生了很强的负压，结果也形成了一组像爆芯运动的膨胀波。其波面扫过的气体由于过度拉伸膨胀，又使波尾出现压力升高区域，随即形成一系列同向运动的强压缩波。而这些压缩波层层叠加，压强跃变，最终变成强度不断增大的第2道激波，被称为反向冲击波。虽然反向冲击波不如先前的爆轰波跑得快，但其波面制造的超压以及破坏力也不遑多让，会对爆芯附近的人造成显著的2次伤害，同时也增大了救援和收尸的难度。由此可见，尽管机理相似，但脚踢排球能让它起死回生，而反向冲击波和谐振排气管却常常使人在劫难逃，以至于我关注的机车网红大都水灵灵的挂掉了，真是碧血横飞，好奇四腮。
草木为之含悲，令人潸然泪下。